好，赖清德，我讲他是个性人，他要宴请落选立委，当然是对落选立委表示寒冬送暖是好事。但是你什么地方不能请呢？而且这些落选立委散布在全台湾各地啊，不是只有新北啊，对他非要在万里请，就是你们说我万里赖皮了，对不对？你们说我怎样怎样，我就要在这边请给你们看，那是怎样哦？所以呢，他在万里请，我看算了一下20几个立委哈。那他说，哎呀，因为万里是北海岸的金山啊，万里我常去嘛啊。他说呢，北海岸跟北海道一样，都能吃海鲜啊，讲个冷笑话啊，能吃海鲜地方多了，对不对？垦丁也可以吃海鲜呐，哦，台中无锡也可以吃海鲜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吃海鲜嘛。那萧美琴是说呢，你们的心情我这个，因为萧美琴落选好几次了啊，所以说落选什么了不起啊？蔡英文落选很多次啊，落选很多次，所以你们落选心情我有了啊，都有落选的经验啊，这句话讲的还不错了啊。那另外呢，赖清德非要挑万里附近，他在哪里请呢？在叫做酒庄美食餐厅。那我们给他统计一下，酒庄美食餐厅到他这个赖皮寮开车3分钟就到了，其实就在附近，因为万里就那么大嘛，啊，就那么大个地方嘛哈，所以呢，其实就在旁边啊。那好，我们看一下状况。出席新科立委座谈会，民党主席赖清德从立院侧门直接进入会场内，或许是考量维安优先。不过以大学党身份支持，赖清德也叮嘱新科立委要多念书，会有很多人要请你吃饭帮忙，那很花时间。自己以前的立法院12年没在应酬，开完会就回宿舍，连卡拉 OK 都没去。好的，不只要给新科立委勉励，最后赖清德也赶往基隆去与副手萧美琴一起感谢基层乡亲。在伫对的道路上继续努力打拼。不过来到基隆之前，赖清德还特别到老家万里附近餐厅午餐，邀请立委候选人们一起共进。随后参选台东立委吞败的赖坤成还在脸书写下，这是落选者才有的安慰餐，甚至跑到附近的赖清德老家看看。来到传说中的赖皮寮万里中湖84号，来研究谁啊讲一间厝当出总统，阮兜嘛还来盖一个。还蛮温馨的。今天到的大概都是落选的立委候选人。餐厅是离他老家很近，很近，应该几百公尺而已。对当选的给予勉励，落选的也不忘打气。来，世轩，你们新北市。对这个，刚刚这个餐厅离赖皮寮只有3分钟的路程，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地方是在非常靠近山区哦。那我想准总统当选人哦，已经当选了。他要宴请，他大可以在台北市挑一家像样的餐厅，他特别跑到我们新北市的万里来宴请，这个对外的宣示意味非常浓厚。他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在座各位，你们大家骂我赖皮寮骂了大半年，我就是有办法当选总统，我就在这个地方宴请给你们看，我的赖皮寮还存在，而且我当选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所以我觉得这个，而且他在万里的选票还很高呢。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味道是非常浓厚，但这个也证明了。就我们刚刚在讨论上一题一样，它有可能转弯吗？我认为不可能。到今天为止，他的赖皮寮就是放在那个地方。那你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立法委员落选人，对不起，台东的出来讲说，原来这就是赖皮寮啊，这个我也来盖一栋好了。民进党的人是可以讲出这样的话。这一栋违建已经造成台湾这么大的民怨，也造成了赖清德是拿到40%这样子的跛脚总统。可是他们的公职人员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言论，代表的是说什么？现在怎么样？大家都可以来盖，然后这边出总统，这个赖皮寮出总统，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可怕而且非常阿爸的一个想法。那在赖清德这样子没办法转弯的情况之下，其实我也想回应一下刚刚我们在讨论的这些邦交国，像乃金姐讲的，其实背后就是两岸的问题，只是中共要不要处理的问题。所以我更关心的应该是说，赖清德继续走这样的路线，对于我们的经贸。跟对岸的经贸，跟我们的农产品会不会有更多的威胁？在未来的日子是大家要去观察的。那赖皮寮今年他们宴请这些立委落选们在万里，我认为纯粹了，当然是安抚他们的这个心情，但是更多的是向所有的在野联盟们宣示说，我没拆，我也没捐，他也还没捐，也没办法捐，但是我当选了总统，你们怎么样？那不会。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残忍了，立委落选都已经够悲惨了，居然还叫人家从台东上来，你真的要办就办在桃园或台中嘛，台中你民党落选的也不少啊，桃园跟着全军覆没啊，就你办在个新北市，
让大家舟车劳顿跑到北部你老家的附近来跟你吃顿饭。我觉得意义是什么？我完全看不出来。除了他想展现个人的傲慢跟固执之外，对于那些落选者而言，我觉得是二次打击啊！还在消费这些落选的立委候选人，非常恶劣啊！先讲，现在除了赖皮寮何时要公益信托之外，老实讲，我更在意的是一个事情。还记得选前的时候，国土管理署那个时候为了赖清德解套，他怎么说？他说要协助处理废矿区违建合法的事情。请问一下，现在进度到哪里？我觉得这很重要嘛。赖清德选前为了他老家哭哭啼啼那么多次，结果呢，他在万里区最高票，包括他老家周围所有的邻居，几乎票通通都挂给赖清德。现在呢，选完之后呢，有没有人在讨论那些所谓这些废矿空区合法化的事情了？好像没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嘞，当作没有发生过事情，好像没有人在关心了。赖清德选完之后，居然首先要做的是安慰这些落选者，然后说什么？然后说要了解一下各选区在选战期间所遇到的问题。到现在还在管选举的事情，都已经选完了，你可不可以先去做一些所谓推动保护矿工寮的事情啊？这些事情绝对比你宴请这些立法委员更有意义跟更有价值。但很可惜的，赖清德他心中到现在还是只有选举，还是只有选票，还是只有政治。对于那些曾经支持他，包括那些弱势的矿工后代族群，到现在仍然是不闻不问。我觉得这才是最可悲的地方。一个政治人物，你选前有很多的方式，我觉得都没问题。但是最后选完之后，你还是必须要回归初心，回归那些真的支持你，而且被你感动的那些人。可是很明显的，赖清德这次宴请所有立法委员的事情，感动不到任何一个人。唯一能够凸显出来的，就是赖清德那个固执、偏执、傲慢的态度而已。那志恩哈，你是心理学专家，到底他什么心理啊？我个人觉得，如果说你要宴请你的这个落选的候选人到你自己的家里面，如果说是有你们家的亲属在你们家从小长大的厨房当中，然后选一锅家常菜，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对的，但并不是。赖清德过去跟他这个老家除了警卫帮他看守之外，他逢年过节可能1年去一次之外，他跟旁边的邻居的互动，还有跟这个餐厅的互动，基本上你也看不出有任何的火花。所以把它摆在地方来请客，其实要凸显，就像刚刚所说的，是不是有一点来告诉大家，你们再怎么说我就还是要去做。那你问我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去看，当然赖清德他从他过去提到一个矿工之子，大家都不能否认，的确是辛苦的，妈妈是非常伟大的。但是呢，他永远在选举的过程时候，把他这悲苦贫困的这样的一生把它拿出来。你要知道，有很多矿工，人家也是非常的一个辛苦，可是人家不会像你这个样子，动不动就把它拿来当做是一个选举上面的一个语言。不过你如果从心理学来去看的话，我觉得赖清德某种程度，他认为他目前所有的一些事情都是来自于他自己非常努力、奋发向上，社会似乎欠缺他一些什么，所以他要证明，所以他会非常努力的用功的念书，他会去考上建中、考上台大，然后做非常的多的事情，因为他就要证明过去在妈妈辛苦带他过程当中，别人可能或许对他很好，可是他自己无可否认的，他自己那一块觉得自己的不足，甚至有点的自卑的部分，变成他一切他奋发向上。当他奋发向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他其实某种程度也跟大家来就说，这一切都是属于我自己，都是我争取出来的，社会各方面并没有给予他什么，所以他对他自己个性上的独断，他就是这么伟大的，靠他自己可以撑到一个总统。所以你可以预想得到，他的生命当中，他并不是去感恩太多人给予他的资助，不是太多感谢这个政府给予他可以有这个受教育的机会，他有的里面就是一切都靠我就是完全靠我。当一个人认为什么都靠我的时候，他的团队，他对人的一些的感恩跟一些人的尊重，其实你没有看得出来那么多。这就是有很多人泱泱出来，他感恩所有人，他是真的觉得别人帮他很多。可是当一个人认为是从头到尾他靠他自己，他因为太悲苦，完全靠他自己的时候，他所呈现的样态就是会是一个非常的独断，因为他自己证明他就是可以，所以你可以预想得出来，他未来在团队当中，他所呈现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个 team work， 而是来自于他自己在个性所显现出来。这就是他为什么可以不进这个台南议会这么久，他也可以觉得他都还是对的，他都认为因为我可以做得到，我都是对的。今天就是证明，总统再给他搭上去，他有什么错可言？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情。南南君，去帮赖坤城说一下话了哈。这个他的个性其实就是这样，他从以前呢就是
有点搞笑啦哈，然后有点就是无所谓啊，好像这样大家就是也还蛮 hold 到顶好，就好在一起的人呐哈。那他这次当然，所以他有抱怨说，因为呢赖清德他们那边没有协调哈，所以使得他在台东的时候呢，那个刘兆豪参选嘛哈，所以让他这个落选。但是因为刘兆豪是英系的，所以跟赖清德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呢，他这次呢，你如果说他真的是对赖清德有怨怼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去参加这场宴会嘛，哈。然后呢，你就经过那个地方呢，然后就去拍一拍，就是他的个性就是这样。他现在很惨啊，他把那个说什么冷气坏了要修一下哈，然后怎么的时候，他被绿粉出征，骂到臭头，骂到爆。好，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只有团结的，就民进党的这个支持者呢是非常非常团结的。他们呢就是看不得别人呢对于就是对于赖清德好，对于民进党的人有任何的这个批评。选举的时候也是这样。好，等到这个赖清德都已经当选了，他都已经落选了，赖坤城都已经落选，他们还是这样子出征他哈。那赖清德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是说，他真的不知道说他的赖皮寮的问题，虽然到最后没有伤到他，他还是当选了。可是他的赖皮寮的问题，对于他们民进党的这些立委，的确是有造成影响的。就是在那个选战的过程之中，为什么这些人呢有在那种状况选得会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是因为他的这个赖皮寮的问题，的确是造成他们有一些的这个障碍。可是他这就是完全的就不觉得他有任何要检讨的地方啦，反正我选赢我最大嘛，这就是赖清德的性格。接下来再回来。好，那么国民党要修法哈，他们想要干嘛呢？想要替核电厂研议来解套。因为现在有一个法了哈，那个法就是说，你核电厂如果要40年，现在可以用40年，他们都核1、核2、核3是可以用到40年，一般核电厂都用40年，但是40年到了以后，你可以再延役啊，一般不一定，有延10年，有延20年，有延30年的，延20年比较多啊。那当然你要检查那些设备，很多设备要换啊，等等等等啊。但是呢，再怎么换呢？总比你盖一个新的厂要便宜很多。现在新的厂多贵啊！材料也贵，工人也贵，什么也贵，什么都搞不起来。我这次选举员到处跑嘛，我光看一段台北到板桥的铁路地下化，现在高铁不是走铁路地下化吗？那是我在当议员的时候开始开工的。我记得那时候董平啊什么好像是总工程师还是总督导等等哈，那一段搞了很多年了。当时因为评价都在路面嘛，当，所以给它地下化。我在每次这高铁进，我就有很大的感触，就说当时如果不做，你现在怎么做啊？你现在做做看，10倍钱也不止啊，10倍的钱也不止啊。当时台北市，当时市长要搞高架，全部高架被我反对，后来才有地下化。如果当时没有地下化，你现在再做台北市的地下铁，10倍钱也不止，而且可能还做不起来。所以很多国家的建设要早做，要快做，晚做是不行的，晚做价钱会贵非常多。那同样的，核电厂那时候蒋经国的所谓10大建设是蒋经国吧？应该是还是蒋介石10大建设盖起来了。如果那个时候不盖，你以后大概也很难盖了。但那个时候盖，至少现在折旧也都折的差不多折光了，所以你现在发电的成本非常低，1块多，对不对？你现在光电怎么那个东西要7块多啊？风电、光电有的要贵到7块多1度啊！所以台电每卖1度就赔1度嘛，每卖1度，它现在平均一度电要卖3块1、3块2，它的成本可能都要4块了，也不止平均加起来，还是把核电1块多加起来平均哦。如果你没有核电，将来不准你燃煤，你要多少的电费啊？要花多少钱呢？大家要付多少电费，对不对？现在这样都赔只是政府用预算的补贴啊，1500亿啊，什么500亿啊，再什么1500亿啊，1800亿这样贴给台电，否则就垮了，都已经破产了。那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讲说，因为以前是规定说你40年用到期，你要延的话呢，你到期之前的5年要申请。对，5年那就把这5年拿掉就好了，我随时都可以申请啊，那不就解决了吗？
但你的过程还是要一样严谨，不是说我恢复就恢复，还是要检查该怎么样。因为核电这个不是一个小事，是一个大事情，所以要很认真的工程方面要做得非常严谨。但是不要，就是换句话说，我就算停了，我也可以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恢复。国外很多都这样，很多都停了嘛，停了恢复就恢复了。这我们当年规定一个需要5年之前，所以他们现在就是你只要把这个5年之前拿掉就可以了。所以昨天我看有不少立委提出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哈。那现在呢，台电是说核一因为停一段时间了，而且比较老旧了，至少核2、核3延，核3现在还在用啊，核3还在用啊，那核2而且大家认为附近会反对，对不对？我到屏东去，他们没有反对啊，附近都赞成，为什么？他们只要求一点。那个补偿费多再给一点，因为有补偿费了啊，有给当地附近的补偿费，是不是再多给我们一点？再多给我们一点，并没有说要求把它停掉，把它停掉。其实至少核3厂我看到并没有那个强烈的声音说要停掉啊。那另外呢，核4要不要重启？那就是专家评估嘛，但是现在显然我看这个民进党执政大概不会重新评估了，但是至少法律可以让核2、核3能够延役。那台电也就打蛇随棍上。那民进党现在还是反对，说你们这样反对啊，核废料怎么处理啊等等。我觉得民进党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他明明现在电不够了，对，又贵了，他也知道不延不行了，但他不要背负这个责任。你们去提台电讲，我们尊重立法院呢，尊重。那你台电没有意见啊？你台电是干嘛的啊？你的主张什么？你要讲你的立场什么？什么我没有意见，我都听立法院的，逃避责任，就是两面想要都讨好。那你现在如果台电，那民进党的做法就是说，你要延是你的责任，我不负责任，但是好处是我得啊，对不对？将来也不需要涨电费，或者电费不要涨那么多啦，然后电又可以不缺啦，所以民进党也很厉害，就像那个以前马英九说开放两岸直航的，那民进党在可以停掉啊，他也不停，继续干，然后可以骂，这是你们，都是你们，真的是我觉得，国民党真是衰死了，好不好？真的你不讲衰死了吗？对不对？两岸之间至少有一个国民党说没有打仗，民进党说你亲中啊、卖台啊等等，然后呢，民进党还得到这个选举红利，就是这样子啊。我们看一下，你要把核电停掉，然后强迫光电、风电硬拉上来，结果就是现在这样，你钱弹下追落去火星加抓都来了。核1、核2、核3，在我第一个任期里面。检查检修安全研议。蓝白总统虽然没办法和，但核电政见主张接近，选后国会蓝营率先出招。民进党政府只有赖清德仍然死守住这个民进党的反核神主牌，以及蔡英文的2025非核家园，在40年执照到期之前。那在相关的办法里面有提到，到期之前5年就要提出研议的申请。修法很简单，我们就把到期之前这一段呢，全部先收掉就好了。只要核电厂想要研议，什么时候提出都可以。喊出修法，除了解套核电厂研议，但法案要过，委员数没单一过半，就被解读这是蓝白立院法案合作的试金石。福国利民正确的法案跟政策，我们跟任何的政党当然都有合作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国民党。态度还算正面，或许真能当蓝白立院核的起手式。那核1、核2所在地的大家长侯友宜又是怎么看？更重要，让供电无疑的过程当中，要使用核电，一定要注重核安。若核能厂研议法案蓝白合作通过，届时对已回归新北市政的侯友宜来说，是要遵行党意，还是尊重新北市民，仍是一大难题。好，这个玉芳兄怎么看？核电厂到底怎么办？核电厂不是说为台电解套，是为民进党解套嘛，为中华民国解套嘛。你从任何的角度来看，未来核电真的是主流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说什么风电呢？那个永远没有办法取代嘛。第一个，地球暖化，你现在怎么救这个地球？我们刚才讲南太平洋这个国家，为什么他们对中国大陆有所期盼？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说，反正我这岛要成了，有些人这样认为，我能捞会成啊，会成啊，可以捞多少钱？捞多少钱？另外一派人是想说，中国大陆在南海抽沙造岛，就让他们来干啊，可以救我们的岛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让我们知道说，整个地球暖化的冲击之大，全面性的外交都被冲击到了。那我们要怎么救这个地球？核电就是这个答案嘛。说为什么欧盟那么多国家认为核电就是绿电，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嘛。哦，人家说哦，它因为把珊瑚啊，水太热，把附近的珊瑚都弄死了。没有一件事情是完美的啦。啊，上帝对人那么好，我们有时候还是会骂上帝说怎么那么冷，怎么那么热，对不对？所以，但是相较之下，经济上你看它可以省多少钱，帮我们省多少钱，然后可以让我们的空气干净多少？哎，现在癌症死亡人数第一名的是肺腺癌，哎，民进党你要有一点良心哎，你们这个我们不是你们的，我们很尊敬的陈定南，他就是肺腺癌啊。你看萧万长先生也是，卢学是不是也是？对啊，然后这个现在行政院长也是啊，所以我们不管从哪个观点，当然有人说哦，我地震啊很危险啊，请问日本的地震会比我们危险？请问日本现在有多少核电厂在运作？对不对？全世界有哪些地震发生的地方很多？有哪一座核电厂是因为地震？或者是火山喷发，然后出问题了。所以，台湾面临最大的挑战是，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韩国、南韩，它目标是30%的核电呢。我们现在就核1、核2、核3、核4，通通恢复了，可能还不到20%。而且，以军事上来讲了，是我们现在说，我们刚才讲了，主持人讲了啊，中国大陆可能未来选择性的封锁台湾的欧美有些专家是这样讲的哈。天然气撑11天，汽油撑110天，煤炭到1个月，那然后接着你说，那我们核电厂至少可以撑比较久。当然有人会说，核电厂中国就瞄准你就打了。那我请问你说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太无知还是怎么样？全世界核电厂这么多，打仗的时候什么时候打过核电厂？乌克兰也有核电厂啊，俄国有敢打他的核电厂吗？也没有打啊。全世界只有核电厂一次被打过，伊拉克被 F-16以色列去炸它，因为燃料棒没有放进去，所以他及时去把它给炸了。燃料棒如果放进去，没有人敢去攻击核电厂了。来，这个郑，我觉得目前来说这部全世界的最大的一个共识是什么呢？就像刚刚玉芳中所提到的，为了避免地球暖化，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非碳，不是非核。大家请记住，是要非碳。不是非核，那台湾一向就是认为说，我们就要跟世界主流走在一起，这一块是完完全全是背离主流的。刚赖清德说，告诉大家要多读书，问题是你要有读书的话，你就不会在跟学生的马拉松论坛当中，万一发生我们的这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本岛要有基载电力，基载电力就是核电厂，你那时候好像告诉我们可以随时来启动。刚刚大家已经特别跟你完全 review 了一次的，核1你要启动，对不起，根据我们目前的法律，你起码还要1年半，核2比较好，因为核2除以它的这个安全性，目前为止刚刚检修完毕，核3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核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因为了民进党的这个非核的这个神主牌，我们目前用的化工的这个部分里面占了80%，而且它已经吃掉的台电的一个资本额4000亿，大哥是4000亿，不是你们刚刚讲的1、2千亿，4000亿比一个资本额还要大。所以说，你告诉我说，在我们这样亏钱的状况之下，你又要保持台湾具有军备的状况，你又没有基载电力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然后呢，所以你就会发现，民进党所讲的每一个政策是完全跟他虽然所做的跟世界的潮流是互相违背的。而这种矛盾，如果你多念书的话，就像赖清德所说，你多念书的话，这种矛盾就不会存在。所以叫赖清德好好回去自己念书啦。台电2022年赔了2000多亿。去年赔了1800亿，所以加起来将近4000亿，今年还要赔2000亿，中油赔2、3千亿还不算。来，这个金义兄，民进党如果说在核电这个议题上跟其他的一些议题，像两岸呐或者说我们的一些经济发展的一些调整啊，内政上的一些调整啊，如果都维持现在这个方式我认为是相当危险的为什么民进党这个时候要先固守说，这个可能要先解决核废啊，先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嘛，你知道吗？那再也就发动了，就发动了
哦，那立法院新的也还没有开始哦。那现在好像议题先行啊，哦，人事未定，但是议题先行啊。好，那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对民进党这个挑战啊。我们在国会第一个没有过半嘛，哦，第二个现在社会上我们要更努力的去说服，那也没有那么容易啊。说实在，好，那如果柯 P 支持核电恢复，那我们民进党就陷入更大的一个压力啦，好，更大压力，你们的支持者大概会跟着柯 P 一直走下去啊。啊，所以这一些啊，都是我们现在碰到的大问题哈。那至于刚刚大家有讲说帮民进党解决问题，恐怕不要这样想啊，不要这样想啊，最好是这个问题就没有人提嘛，那民进党就这样算了啊。哦，应该是说你们这一套是帮台湾解决电的一个供应问题，那民进党要提出一个对岸呢，就是说我们要继续绿电啊，我们要继续做其他的这个努力，然后等等，哦，那这个竞争过程我看以这次的这个选举的这个情况看起来这个我们是会比较趋于不利的一个状况。我告诉你因为我到核三厂嘛，他们就告诉我一部机组大概100万千瓦它就可以从屏东盖光电板盖到台南，全部才能抵一部机组。你台湾可能搞这样吗？全部都是那个光电板那当然，民进党立委说你是侯友宜不给我这个干式主阵槽，不给我什么使用执照什么等等之类的你只要法通过，核2、核3可以延，我给你保证干式主阵槽问题就可以解决。现在问题是我解决也没用啊，你也没有修法嘛，你也不能够启动嘛，所以我就在中央跟地方就卡在那个地方嘛。只要法案通过以后，你就对干式主阵槽，比如说新北说应该室内。那就室内就是了嘛，有什么了不起？干嘛一定要给它在室外呢？水土保持加强水土保持就好了嘛。从我工程师的角度，这有什么困难？这一点都不困难，随时可以改善。所以我是觉得法赶快修过是最重要的。休息一下再回来。